傻瓜，你以为看他那样子我不会心疼？可是短痛总比长痛好吧？到底为什么不敢爱我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跟女儿小野死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另一种将来？一定可以说服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吧？你买猪心干嘛？伤心也要补啊！可是有用吗？也许是那一个人，也许是那一个吻，生命里陪着我们走啊走啊。现实里我能认分，爱情里不能认命，幸福会过阵不停，追啊追啊。相信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，虽然从来我都不期待奇迹，直到遇见了你，相依为命，我才一次又一次喜极而泣。为了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，而我还在学习拥抱这奇迹。曾经碎了的心，不药而愈，原来我的许愿都有被回应。哎，安不会，下来下来。来来来，来看一下，你看，你妈买给你们的，是不是有点土？怎么啦？安博辉，今天有猪脚可以吃哦。哎呦，不是叫你去帮我烫一下，哈？干嘛啦你们？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很抱歉，我没有勇气当面跟你们说再见，因为我好怕看到你们的眼泪以后，就没办法勇敢了。我一直都不够勇敢，像那时候学骑脚踏车，你一直跟我说摔倒就会了，我就一直怀疑我不是你生的。打预防针逃学，考试不及格偷你的印章盖，甚至那时候我喜欢一个学妹，喜欢了2年，做了无数次工具人，都没有勇气开口。我知道你们的反对是为我好，我真的知道，但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了解，这么孬的一个我，这一次真的不是任性，不是耍赖，而是我真的遇到了那个让我想勇敢的人。你们都只看到了小飞最好的那一面，开朗、聪明、快乐，但我知道的他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不好。为了前男友大哭、大醉、大闹餐厅，为了做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罗小飞，勉强自己去爱一个不爱的人。他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都藏了起来，甚至在老家藏了一个女儿。所以我不是崇拜他，更不是被他迷惑了，我是真的好想好想给他幸福。我现在终于懂了人家说的，能带给别人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。
请你们相信，我一定会很幸福。所以不要担心我过得怎么样，因为我正在往幸福的路上。妈妈说要我选择，我选择了，但这不是我最好的选择。我最好的选择是爸爸、妈妈、安博辉、我和小飞，还有他的女儿圈圈，全都住在一个大大的房子里，幸福快乐的一起生活着。会有那么一天吗？我好希望那一天快点来。对不起，我太自私，太不孝了，真的对不起。但是为了实现那一天，我现在就必须努力。我要努力的工作，努力的让小飞接受我，努力等你们相信我，原谅我。我爱你们，很爱，我也爱小飞，所以可以让我全都爱吗？贪心的庆辉，敬上。放心，没有昏倒，也没有发飙，出奇的平静。安庆辉，来了。听说这个可以帮助怀孕。什么怀孕？他根本连话都不跟我说了。你们在冷战啊？对不起啊。是我自己想帮忙，所以就多说了你点良心，跟你没关系。是我的事，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？他很可爱哦。对啊，圈圈越来越可爱了。我是说那个男孩，因为我看到了针，是傻吧？在你的家里面，我看见了爱症。你姐回来了，所以别被你姐打败了，加油，加油！不是说绝对不会吗？算了啦，我懒得管。但是，请你转告你的野男人，这里是我家，不是谁都可以来的地方。这也是我家。外婆走的时候说这房子一人一半。你现在要跟我算就是了。好啊，看要怎么分，我一毛都不会少你。谁要跟你分啊？我要的是一份尊重，请你尊重我的感觉以及尊重我爱的人。哎，罗小飞，你要不要脸呐？一个20岁的男孩，爱这个字你说得出口？我犯法了吗？如果不犯法，为什么说不出口？我罗小飞一个30岁的老妹，可以让个20岁的小鲜肉爱我爱到不顾一切，我有什么好丢脸的？好啊，那我就看这份不顾一切的爱情可以爱多久。
等着你被甩，等人家嫌你老，嫌你皮松肉垮。30岁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啊？是抛物线的顶点，马上来的就是直线下坠了。等人家玩腻了，你也人老珠黄了，我看你要怎么办？我干嘛要怕？我有家有事业有能力，还有你，我怕屁呀！我不会再管你了，真的。你会？我不会。你一定会。去吧，但愿你幸福。但是我也要保护我的幸福，所以圈圈，他这一辈子都是我的孩子，我不会让他跟着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，活在只有今天没有明天的疯狂里。房子你拿去，你的人生也还给你。但是圈圈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把他从我身边带走。那就生下来吧。不是说我很自私，不是说我没有权利决定他的命运吗？所以我有一个条件，在你可以给他一个完整的家之前，他都会是我跟你姐夫的孩子。如果你可以做得到，我就同意你把他生下来。因为我不许任何人伤害我的妹妹。我保证，我会像亲生妈妈一样照顾她，直到你可以找到一个像我一样爱她的爸爸。嗯。喂，我今天有很认真的工作哦。
认真的什么？女主角家已经长出形状了，墙刷好了，床铺也有了，所以进度 OK。超前1咪咪。那很好啊，你就可以早点休息了。好哦。你呢？今天有认真的过吗？有啊，非常认真。认真的什么？认真的往一个地方走过去。有我吗？那个地方？不确定，要到了才知道。所以你要给我地址啊，我就一定会在那里啦。好了啦，你快去休息，我要去忙了。哎，那可以亲一下吗？不可以。不然抱一下可以吗？哎，是抱什么抱？那握手总可以吧？莫名其妙，干嘛跟你握手？我累了一整天，骑了那么远的路跑来，所以我连手都不敢摸。你知道，你都知道，我们是多么的渺小。瞬间或永恒里寻找茫然未知已约定好。天涯无穷，走过匆匆，在错综里相逢。在哪里？在三星啊。在5秒。5秒喽。再2秒。扣掉说话的时间。亲爱的男孩，其实现在最需要这个拥抱的不是你，是我。可以让我在这个拥抱里稍稍放松一下吗？不管是2年、2个月，就算2天也好。我累了，我想被你紧紧抱着。小飞姐，
我今天不要脸的骗子！我决定跟金慧在一起了。凭什么抢我儿子啊？美月，因为除了你们的反对，我找不到任何不爱他的理由。我知道你们担心我跟他没有结果，但结果是什么？天荒地老吗？谁又能保证天荒地老？只要我们能够好好的相爱1天2天，1年2年，这不也是一种结果吗？你听到他讲了没？笑死人！你这种凭什么当人家妈妈呀？不是吗？把自己女儿丢在老家，不管不养也不认，谁像你狠得下这种心呐？我把你当妹妹看，我不是那种不明理的人。我想没关系，只要2个人相爱，只要对方是好人，不管他是姐姐还是阿姨。但是我请问你，谁会让他的宝贝儿子跟一个满口谎言、心地残忍的女人在一起？你现在不要跟我说什么结果，我听不懂啦。你做了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我们家不欢迎你，叫他出去。罗小飞，做自己，做自己，不可以因为别人对你的曲解误会，就放弃自己想要的将来。你有权利幸福，你是好人，你当然可以幸福。小薇姐，爸叫我拿伞给你。你跟我哥一定要好好的哦，我支持你们，因为我相信爱最大。你帮我跟我哥说，他不用担心我妈了，我会好好安慰他，也会好好照顾家。所以你跟我哥一定要好好的哦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哥他离家出走啊，他没有去住你家，那他去哪里呀？回家还要洗澡洗头，然后睡不到4小时就要起来。哎，安静慧，你快一点啦，我要关门了。动作快一点啊你！啊，我的摩托车钥匙忘记拿了。哦，不然你们先回去啊，我来锁门就好。好，那你明天要提早来开门哦。好，没问题，拜拜。拜。我回来了。刚收工，我可以过去看看你吗？
是不是？我就说我一定会找到你要去的地方吧。躲什么躲啊？给你制造惊喜啊！拿这些东西，你是打算住这啦？这样不管几点的扣都不会迟到。老女人到底有什么好喜欢的？这问题我也每天问自己好几遍。那你有答案了吗？有啊，很多，可能要说3天3夜哦。可是3天3夜不眠不休，会不会加速老化？还敢闪？都弄得差不多了吧？剩一些小地方，明天验收保证没问题。老婆，我饿了，今天晚餐吃什么？谁信老婆啊？胡说八道什么啊？这是台词啦，你要说面包马上就出炉了，我煮个南瓜汤就好啊。老女人果然难搞。注意这里的小巧思哦。女主角不是喜欢喂流浪猫嘛，所以，嘿，噔噔，猫饲料。虽然剧本没有说，但是我有想到。哎，还有女主角个性粗枝大叶，所以是不是很像？那扑捉精的意思是？啊，还有，就因为他们喜欢朴实的生活，所以，噔噔，沙发当然是2手的。你看，上面还有胶带。安庆慧太用功了，值得掌声鼓励。你的巧思都用布盖住了，是要给谁看啊？还有这个啦，他们假日都会自己烤面包，是不是很温馨？我们杀青也会烤来玩，好不好？那个不是巧思啊，是垃圾。距离1公分的你，好好闻。走开！为什么？我叫你。因为一阵怦然，心跳加速，头晕目眩。这就是我喜欢老女人的原因。因为老女人都不按牌理出牌，因为老女人教我的所有步数拿来对付老女人全都没用，所以我只能用最真、最真、最真的我自己来喜欢你。一边喜欢，一边发现，原来我是这样想的。
原来我是这么感觉的，原来这才是我。所以因为喜欢你，我才真正的认识了我自己。不，更正，不是喜欢，而是爱。因为我爱罗小飞，所以我才开始爱安庆辉。我刚才说的话，好像有点感人哦。你都没有感动哦，一点点都没有。你敢说你？第一，公私分明，工作场合不许谈恋爱，不可以感情用事。第二，爱情不是人生当中的全部，亲情、友情、工作都要好好经营。第三，如果到最后我们还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可以好好的跟我说分手吗？为什么都要往坏的地方去想？回答我。我可以调整啊，你也可以调整啊。如果要是万一真的还是不行的话，我会好好看你离开我。不哭不闹，干嘛小看我？搞不好到时候又哭又闹又舍不得的人是你。分手之后还要继续好好的向前，做一个更好的男人，可以吗？可以先难过一下，再往前吗？如果是3点你都可以保证的话，你就那就好吧。你刚才说好吧，是什么意思？是我可以，你就可以的意思吗？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哎呀，是不是啊？小飞是不是啊？那我可以。就忘记那些昨天，就望着那些明天。男孩陪伴着女孩，飞吧，飞吧。哎，门开的，该不会安庆会来了吧？应该来了吧？不然门怎么会开的？哎，昨天喵哥晚上传那个台灯图啊，我等一下看一下，搞不好我们下午去拿。
像是哦。对啊，他寄给我，没有图片。等一下。哎，早啊！早。半夜的传来，在搞什么？根本就找。没有，好像订好，然后下午要去拿。他信上没有写啦。来，各位早啊！早安，早各位。吃早餐。你们先吃，我先把这个甲板清出去。搬那个干嘛？这样导演等一下来验收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太乱了。哦，我来帮你就好了。不要，不用，你们吃，没关系啊，我来就可以了。对，真的吗 ？OK， 那我照他。好，你们吃。那我们吃了，不要说我们不要忙哦。好。超好吃的早餐。对吧？谁买的？一定要光。玉米浓汤哦，帮我留一杯。好啊。对。安静慧弄到导演的啦！导演你怎么那么早来？我们以为下午才要验收哎。哦，因为我想说早一点过来看看这个环境，然后导演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出门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你，所以才害你一开门就撞上我的甲板，对不对？导演，对不起，非常对不起，导演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你们继续吃早餐，不用管我，我自己随便看一看。导演，对不起啊，我道具不能吃早餐，对不起。哦，没关系啊，那个开拍的时候不要就好了。要不我们带导演先看一下好了。对，先带导演验收，他就可以回家好好休息了。我是说，我猜导演昨天一定因为太期待，所以睡不好，所以赶快让他去验收完，就可以回去安心的补眠。哦，导演，那我跟你介绍一下好了。你看这个餐桌呢，其实这个茶水壶烫的印子啊，是我们精心设计的。你一定不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，为了展现女主角的粗枝大叶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导演不愧是美术出身，这都看得出来。哎呦，演习好累哦。喂，安大哥啊，我是小飞。我是想跟你说，庆辉这2天都住在我们的场景里面，然后里面有床啊，有桌子，设备什么都很齐全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美月姐还好吧？那就好。会的，别这么说。拜拜。很快乐，真的把那些反对都放下了。我要对自己负责。是，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幸福负责。那圈圈怎么办？他这样的人生跟弃婴有什么差别？亲生爸爸走了，亲生妈妈追自己的幸福去了。你剥夺了他所有的权利，却从来没有承担过一个做妈妈的责任。你到底凭什么生下他？闭嘴！就为了你伟大的爱情，你到底要伤害多少人？够了哦！美双姐、小赖、安庆辉家人、你姐，这些人你都可以不在乎。那圈圈呢？
他是你怀胎10月生下来的骨肉，你也可以置之不理。你还有什么资格拥有幸福啊？不要再说了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
5、6、7、8，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走走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 ，Go Fight Win We Are Eagles。好下，来休息2分钟，手接我，1、2、3 ，Break。哥，不，啊，小胖子啊，你好重啊！白痴，不要脱裤子啦！你同学这个。我还好啦，爸比较惨。爸怎么了？你想想看哦，我每天至少还可以到学校去避避风头，可是爸嘞，他要一整天面对妈妈哎，光想着就觉得好惨哦。那妈呢？她还好吗？这次很怪哦。怎样怪？一切如常，而且他最近还常常帮我的便当加菜，害我都吃不下。大概是对我死心了吧？也许哦，而且他还叫我跟爸最近都不准跟你联络哎，除了小飞姐来那天之外，他都意外的风平浪静。你说小飞去我们家？对啊，你不知道？是妈叫他去的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当然是他自己跑过来的啊。那他去干嘛？他就来跟妈说，他决定要跟你在一起。然后呢？然后妈就赏了小飞姐一个耳光，哎，我跟爸都吓得把不把不的。啊，哥，妈打完小飞姐之后啊，他就跑出去了。我去追小飞姐，我发现她哭得好惨哦。虽然那天是下雨天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她哭得满脸都是泪，哎，好惨哦。他哭得好惨哦。虽然那天是下雨天，
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他哭得满脸都是泪，哎，好惨哦。这2天我要睡在这里。我明天现场离这边比较近啊，而且我要很早起。如果明天又晚收工的话，我回去会吵到我爸、我妈和安博威他们了。少拿你爸妈当借口。第一，回家；第二，自己想办法。我告诉你哦，我喜欢的是男子汉，不是粘人精。我才不是粘人精呢！而且我有行使男朋友权利的权利。你不让我进去，我就睡你家外面。亲爱的，你睡着了吗？他怎么还在啊？亲爱的，你真的睡着了？亲爱的 ，Hello， 罗小飞。我尿尿，我要尿出来了。哎喂！安庆辉，你帐篷怎么回事啊？就跟你说，你不让我进来，我就睡你家门口啊。我先尿尿啦。耶！我叫安庆辉，我现在人在小飞家外面，准备煮泡面。不要看我平常傻傻的煮起泡面来，其实真的吓死人。安静点，你有事吗你？吵到你了？这里还有别人吗？对不起。现在我们只好把音量降低一点，因为吵到人了。小飞其实是脾气不太好，所以我们还是不要那么大声，继续煮我们的泡面。首先，我们要有1颗鸡蛋，可是我现在没有买鸡蛋，傻眼。你有？要不要吃宵夜？泡面？泡米？白痴啊！好不好吃？胖了就长点寸账。那最好，我还怕你不来找我。
最近嘴巴变得很皮哦，你。那是因为我最近在练习嘴唇运动。什么嘴唇运动啊？想学吗？哇！我去，很烫啊！你真以为姐这30年白活啦？哎，是不是很严重啊？有没有长水泡啊？水泡没长那么快啦。哎呦，嗯。啊！哎，嗯，啊，时代在走，出其不意的技术要有。你以为20岁也是白白活过来的？哎，有流星！真以为姐这30年是白活的，把你的嘴可以收回去。姜还是老的辣哦。不然呢？饱了。你还是不想跟我说说话吗？罗小张，好，我师傅，我认错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什么叫屈服？原来是要用这张法，你才愿意理我。什么叫屈服啊？你有爱小飞的方式，我也有我爱小飞的方式，所以我并没有错啊。你当然有错。其实你早就不真实，你只是在难过。难过你为什么要对你最爱的妹妹说了这么残酷的话？难过，她一定很难过。难过为什么不先说对不起呢？对吧？想哭就哭。他会幸福的，会的。老天爷是公平的。啊，女儿？说是藏在老家了。哇，这女人真不简单呢。这还需要你帮我下结论吗？我们庆辉啊，长大了。长大个屁呀！任性、自私。姐，我跟你讲认真的啦。其实我觉得这段爱情对庆辉来说是有好处多于坏处。至少我在戏里面看到一个男人的担当。
当个屁！我好好当我的儿子，才几岁，跑去当人家假爸爸。你先耐心的听我把话讲完。今天不管罗小飞有几个女儿哦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少则3个月，顶多1年半载，儿子终究是你的。你又知道，你有什么证明？经验、脑袋、男人的同理心，除非什么？除非她怀了庆辉的孩子。不会，我们家安庆辉很乖，他不会去住进他家，听说他都乖乖的待在他工作的地方，不会。迟早会搬进去的。女人的战争，比的就是谁更温柔，谁更有爱，谁比较能够虏获男人的心。早就跟你说过啦，就跟男人外遇一样嘛。男人喜欢往温柔的地方钻。趁着庆辉还没有搬进去，他现在住在外面哦，肯定很辛苦啊。想个办法把他找回来。是他自己离家出走，又不是我把他撵走。他的信里面不是说了，是你要他选择哎，所以他只好选择罗小飞喽。所以我才气嘛。到底是你赌气重要，还是庆辉的将来重要？把庆辉找回来。罗小飞的事呢，我们就绝口不提，慢慢观察，伺机而动，见招拆招。我相信时间终究会站在我们这边的。喂，好啊，那你什么时候？看，华平穿帮在椅子上。谁的保温瓶放在椅子上啦？不管是谁的，你不能现在把它处理掉吗？我只是想说，他们维护场景是美术组的责任。你与其时间问出是谁的，为什么不现在把它弄掉啊？再来。好，再一个哦，回起点，来轨道回。哎，这有人做吗？拿走了。专心吃饭。这里是工作场合。我们要谈恋爱啊，我是来陪你聊天吃便当。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离导演远远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导演要做功课，他脑子里要想着等下拍摄时候发生的所有状况，所以导演吃饭的时候是不聊天的。你剧本上面一堆笔记，分镜表画好好，你早就已经把功课做好了，所以现在专心吃饭。谢谢。哎，我们休假一起回宜兰看圈圈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你怎么知道叫圈圈呢？谁准你去看他的？我自己。你以为是谁啊？我是罗小飞的男朋友。有事吗？是那个露露姐知道我在拍导演这组，托我拿喜帖给导演。哦，露露跟国宝终于要结婚了。哦，对啊。
那这喜酒我怎么样都会去啊，谢谢啊。你以前的副导不认识。你怎么会认识？骑这么快还敢这么骄傲？是你开太慢了啦，在想进度哦。我跟你说，哎，都说了你不可以住我家的。跟你借一下洗衣机啦。哎，安秋怎么了？他说他有事。啊，一定是去谈恋爱了。啊，人帅真好。哎，老板，比鲁再2只。好，来喽。哎，你喝那么多干嘛？喝心酸的哦。要不然喝庆祝哦。来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有一件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哎。啊，都讲成这样，还该不该说？快说！安庆会跟导演好像很暧昧耶。屁啦，瞎讲！怎么可能啦？哦哟，真的啦！我亲耳听到安庆会跟导演说我是罗小贝的男朋友，而且导演完全没有反驳哎。不要开玩笑啦，不可能啦！哦，不对哦，有可能哦。你们不觉得验景的时候，安基会跟导演超奇怪的吗？哎，有，看吧，对，怎样奇怪？他们怎样奇怪？反正就很奇怪，感觉他们好像早就约在那里。对，而且你不觉得导演好像已经看过场景了吗？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所以导演跟安庆辉，哎，不可能啦！安秋辉这也太恶心了吧？哪是啊，导演才恶心吧？他大这么多岁哎！哎，导演是我的女神，怎么会恶心？要恶心也是安清辉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也觉得导演比较恶心。我也觉得导演比较导演吵。哎，安清辉恶心啦！导演比较恶心，意见很大哎，超怪。来，导演比较恶心，赞成的举手。我觉得导演恶心。鞋子明明就是赵哥乱脱的，他就很故意啊！每次叫他不要乱动道具，他就偏要弄，这个白目。结果你还凶我。我哪有凶你啊？我是公私分明哎。干嘛？才答应几天想赖皮哦？我只是说，算了啊。什么算了？没有算了啦！哎，不行，算了啦！当时萧野时只是在 monitor 前面嘟囔了一句：“玻璃上有指纹。”我都还没来得及跑过去，摄助、场务、道具全部挤过去擦那个指纹，所以小导就叫道具拍下这一刻了。不管做哪一个行业，有一个态度是最重要的。什么样的态度啊？当错误发生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面对和解决它，而不是只是找出罪魁祸首而已。这才是 teamwork 最美好的地方。没有 team， 那只是要 work， 那就永远只有抱怨、疲惫、为完成而完成，问题永远是别人的。我好喜欢听你说这些。那我们再说点别的。好。你什么时候要结束离家出走，回家去？等我妈接受我们啊。你觉得你这样，你妈会接受我们吗？还是会更讨厌我？还是说，
你只是想跟我玩玩，一点都不 care 你身边人对我的评价跟看法。我当然是认真的啊。所以呀，不要让我成为拐走别人儿子的坏人。你要人家接受我们，就要让我光明正大的存在在你的生命里。你说的哦。我说的啊。干嘛？你说的啊，光明正大。啊？哎呀！那怎么回事？大家早。导演早。导演早。大家早，我是美术道具组的安庆辉，也是导演的男朋友。不过大家请放心，我一定会公私分明，认真工作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请上这种家伙，尴尬死。导演，现场差不多了。啊。我羡慕他的莽撞，那也是一种勇气。抱紧我！为什么不自己带面子一直跟我女朋友借？那我就以为是喜剧。吓到你们了？那就是一路顺上来的嘛。哦，难怪。有他就没有我了。可是现在的你没有办法给他幸福，难道你感觉不出来吗？罗小飞。